师傅，华尔街三大财阀突然联合围剿，距离我们爆仓只剩最后30秒，请求紧急停牌避险，否则天狼集团将彻底万劫不复。停牌，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停牌这两个字。传我命令，通知伦敦、东京、巴黎三大分部分别抛售黄金衍生品现货。我要启动上帝之手反向杠杆，全仓做空他们的母公司。师傅，这风险太大，可能会万劫不复。立刻执行。是。也是时候该收网了。赢了！赢了！师傅，我们赢了！多亏了您神机妙算，天狼集团保住了。师傅，您这是？今天过完，我就正式退休了。同志们，再见了。师傅，您真的决定要走吗？世界银行已经特批，只要您留任，您可终身享受全球首席金融战略顾问的待遇。今天我为这片商海护航了30年，够了。金融的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了。师傅，如果您嫌顾问身份繁琐，这是天狼集团100%的股权，市值数十万亿，只要您签个字，整个帝国的财富和权力依然属于您。今天你不懂，我这前半生在商战中算无一策，攻无不克，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输得一败涂地。30年来，我为了和华尔街那帮资本鳄鱼博弈，错过了2个儿子的成长，错过了妻子的葬礼。如今该我去补偿他们了。我老了，那些冰冷的数字救不回我的遗憾。我现在只想回家，用一个普通父亲的身份去陪陪我的孩子。恭送老林，解甲归田。我奋斗了这么久，总算让儿子过上了好日子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金花，立国在吗？我退休了，想来。30年没回过家，一退休就想来让我们养着你，想得美！赶紧给我滚！立国，立国开门啊！我是你亲爹，你怎么能？立国，爸就知道你不会。爸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家住不下，家里多添双筷子，1个月也要不少开销。你要不还是去二弟家看看吧。立国，这么大的宅子，难道连你亲爹的容身之处都没有吗？老头子，大房子的房间那是留给保姆和管家住的。你这一身穷酸样，要是把霉运带进我们家，败坏了家产，你赔得起吗？就是，爸，你明明还有其他儿子，干嘛非要缠着我呢？爸，你还真回来了哟，这不是我那孝顺的二弟吗？既然你这么有孝心，这老头子就交给你带回家养得了。爸，建业一向比我听话，这尽孝的机会我就让给二弟了。立国，咱们走，公司1分钟几万块上下，别在这儿跟这群穷鬼耽误时间。爸，别求他们，大哥不养，我养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就绝不会让您老人家露宿街头。对，爸，我们带您回家。建业，这家具不是你10年前结婚时你妈给你买的老物件吗？当年我临走前不是给你妈留了足够的钱吗？你怎么过得这么苦？爸，是我没大哥有出息，至今只能在工地搬砖为生。不过您放心，您住木木房间，让木木跟我挤一挤。建业，家里的积蓄都给木木治病了，现在再养一个人，咱们的日子恐怕连稀饭都喝不上了。那能怎么办？这是我亲爹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露宿街头吧？可是大哥那边，大林忙他的生意，指不上。养爸是我们做儿子的责任，不能因为没钱就推脱。建爷，明早你把这个玉佩卖了吧，总不能让爸跟着咱们挨饿。胡闹！这可是妈留给你唯一的遗物，咱们再难也绝对不能卖它。建业，兰兰，告诉我，家里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？爸，是木木。木木生了重病，为了凑齐几10万的手术费，家里早就砸锅卖铁了。啊！
我的亲孙子生了这么重的病，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爸，您才刚退休回来，我们怎么忍心连累您啊？那手术费真的是个无底洞。建业，兰兰，把玉佩收好，有爸在，天塌下来有爸给你们顶着。明天一早我就出门去找工作。招聘秘书，想当年我在曼哈顿操盘1000亿美金，应付江城这种小公司应该绰绰有余。你好，请问董事长秘书在几楼面试？大爷，您走错地方了吧？我们这儿招的是董事长秘书，可不是招大楼保洁。就是，您一把年纪了，恐怕连智能手机都弄不明白吧？当秘书，您还是赶紧回家躺着养老吧。你们就是这么做前台的吗？看什么看？再不走，我可要叫保安把您轰出去了。沈氏集团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来决定应聘者的去留了？沈总好，对不起沈总，这个老头要应聘董事长秘书，可他的年纪……大爷，你要应聘董事长秘书，你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吗？老头子，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对商业运作确实略懂一二。映雪呀，你看看你找的这些是什么人？这些人都太年轻了，只会在 PPT 上纸上谈兵。找秘书你就应该找个年纪大点、经历过大风大浪、真正有实战经验的。年纪大，有经验。这位大爷年纪应该够大了吧？大爷，就你了，月薪2万，现在就入职。沈总，既然录用了，那请问我具体负责什么工作？大爷，您不用管那些复杂的商业项目，每天帮我开开门、拎拎包就行了。沈总，老头子虽然年纪大，但拿2万的薪水只干这个，怕是不太合适。您别多想，这薪水是我特批的，就当是我做慈善了，安心拿着。哼，先不说这个了，今晚有个饭局，你陪我去吧。记住，到了地方多看少说话。明白，请沈总放心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盛世大酒店。沈总，沈映雪已经动身去盛世大酒店赴宴了。那个死丫头带了谁去？老爷子有没有派人暗中帮她？老爷子倒没有动静，不过沈映雪临出发前突然招了个秘书。新秘书什么来头？据说是个一把年纪的老头。老头儿，沈映雪脑子进水了吧？他这不是给自己找秘书，这是去垃圾堆里给自己找了个爹啊！沈总说的对，那老头半个身子都入土了。今晚我们的计划绝对万无一失。今晚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我倒要看看我那个好妹妹还拿什么跟我争。哎呀，沈总，您可算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沈总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这位大爷是？曹总，这是我新请的秘书老林。秘书，沈总，您这挑选秘书的眼光可真是挺别致的啊！老林，接下来的饭局谈的是生意上的事，你先去包厢外面候着吧，有事我再叫你。沈总，我既然是您的秘书，就得随时听候您的差遣，寸步不离。老林，曹总都是自己人，不需要如此戒备，您就先出去吧。挣1分钱，出1分力。我既然拿了你2万的工资，就必须对得起这份差事。林大爷，您这个人怎么这么轴呢？哎呀，沈总，既然大爷想留，就让他留下来吧。请，一个快要入土的死老头留下来能翻得起什么风浪？待会儿沈映雪要是想逃，正好把这老头扣下当筹码。
沈总，这次多亏您信任，把城南那么大的项目交给我曹某人，这杯酒我敬您，祝咱们未来合作愉快。曹总客气了，城南的项目交给你，我放心，以后互利共赢，合作愉快。哈哈，喝吧，赶紧喝下去！只要你喝了这杯加料的酒，今晚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老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沈总，您胃不好，来之前刚喝了调理身体的中药，您忘了，现在饮用红酒，怕是不太妥当。中药？我什么时候喝过中药了？啊，对，身体要紧，胃不好确实不能喝酒。沈总，您先坐着，我去帮您倒杯热水。这么好的罗曼尼康汤，要是就这么倒了，未免也太可惜了。那一大爷您的意思是？这位兄弟，我看你在这站了挺久，也渴了吧？曹总赏的这杯好酒就送给你喝了吧。大爷，今天我做东，浪费一杯酒算什么？下人哪配喝这么贵的酒？别糟蹋了。那怎么行？暴殄天物，可是要遭天谴的。林海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这样胡来，让我接下来的生意还怎么谈？沈总稍安勿躁，我是在帮你认清什么叫做披着人皮的畜生。你这完全是胡闹！曹总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这新秘书年纪大了，脑子不……宝贝儿，我的小宝贝儿，你可想死我了，快让我亲一口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怎么回事？这就要问问这位道貌岸然的曹总，在刚才那杯红酒里究竟加了什么好料了？曹广凡，你在我的酒里下药了！你居然敢对我用这种下三滥的肮脏手段！臭婊子，少在老子面前装清高！要不是这个老头坏了我的好事，现在你都躺老子床上了！你无耻！老林，我们走，这生意我们不谈了。想走？坏了老子的计划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！给我上！把这碍事的死老头当场给我废了！至于沈映雪，给我绑到床上去！沈总，跟紧我，千万别回头！老林，他们追上来了！该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腰给闪了。大爷，您没事吧？您别吓我，还能走吗？我扶着你。别管我，老骨头不中用了，你赶紧走，再不走，今天谁都走不掉。不行，我绝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我如果走了，他们会活活打死您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死老头，刚才在包厢里给老子灌酒的那股狠劲儿，现在哪儿去了？呸！真是不自量力！一把岁数了，不搁家里带孙子，跑出来装什么英雄？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，装英雄要付出的代价！曹广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敢动我们，沈氏集团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宝贝，别挣扎了，在这江城，老子看上的女人就从来没有弄不到手的。曹广才，你这是在犯罪！我劝你识相的赶紧滚，否则我让你在江城寸步难行。哼，过了今晚，沈大少爷自会把整个沈氏集团吞得一干二净。你还是先想想，待会儿怎么在床上伺候哥哥我吧。滚开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！
死老头都快进棺材了，还搞这种小把戏，哼！老子今天就送你进棺材！林大爷，小心啊，快躲开，不要管我了！这老头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的眼神怎么比阎王爷还要可怕？今天就让大爷教教你们什么叫规矩。给我上！抓活的！给老夫跪下！这也可以？还发什么呆？赶紧走！老林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还是送您去医院吧。不用，这把老骨头还真是不服老不行啊！搁在以前，别说掀桌子了，就是掀翻一辆重型卡车也毫不含糊。行了，老林，你就使劲吹吧。要不是你刚才运气好，扔的石头刚好砸中了那几个人的穴位，咱俩今天非得交代在那儿。来，扶我一把。曹广才这个没用的废物，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沈总，沈映雪身边的那个老秘书，居然能看出曹广才下药，这人应该不简单呐。放屁！一个半截入土的糟老头子，能有什么天大的能耐？肯定是曹广才那个蠢货下药的时候动作太大，不小心被他撞见了而已。哟，是谁惹我们沈大少爷发这么大的火啊？高凤，你不是沈映雪最要好的闺蜜吗？你今天跑我这里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给沈大少爷送一份大礼。大礼？你不来看我的笑话就不错了。沈映雪那个贱人今天命大，被个死老头搅和了。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在这里扯淡。我今天就是为了沈映雪来的。沈少，你一个人吃不下的，不如我们联手。联手？怎么联手？你的目的不就是想找人把沈映雪给睡了，弄臭她的名声，好名正言顺把她赶出沈氏集团吗？给我100万，明晚我亲自约她出来，保证如你所愿，让她乖乖躺在别人的床上。哼，你是她最好的闺蜜，我凭什么信你？你信不信我无所谓，沈大少爷，你只需要知道沈映雪那个蠢女人绝对信任我就足够了。好，成交。喂，凤凤，别提了，我昨天差点就栽在那个曹广才手里。天哪，吓死我了！映雪，你没受伤吧？那个曹广才真是个畜生。要不你今晚来我家住吧，我陪你好好聊聊，帮你压压惊。好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那我晚点下班了就过去找你。林大爷，今晚送我去我闺蜜家，我今天累了，想早点过去。好。凤凤，好久不见。映雪，你可算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老林，这是我的大学闺蜜高凤，今晚我就在这儿住下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一早再来接我。荒郊野岭，四周连个监控都没有，怎么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？沈总，荒郊野外不安全，要不今晚我留下值守吧，我就在楼下车里睡。哎呀，林大爷，我一个女孩子的私密住宅，你一个大男人守在楼下，怕是不太方便吧？是啊，老林，你太紧张了。高凤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这里绝对安全的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这女人的眼神闪烁，举止反常，不过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。好，沈总注意安全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来，映雪，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我们姐妹俩今晚一定要好好叙叙旧。凤凤，你这客厅里点的是什么香啊？
怎么这么刺鼻？我之前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那些无香香薰，你都用完了吗？换成这个，我闻着有些头晕，赶紧关了吧。哎呀，映雪，这可是我特意去江城最有名的灵山寺求回来的安神香，多闻闻对睡眠有好处。你最近太累了，闻着闻着就习惯了。真是不懂你，我送你那么多几万块一套的名牌香水你不用，偏要用这些来历不明的安神香。是啊，我哪能跟沈大总裁比呢？我的好闺蜜，快喝茶吧。沈映雪，你少在这得意，过了今晚，我看你还怎么在老娘面前趾高气扬的装清高。这茶有问题，高峰，你在茶里放了什么？沈映雪，你还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！这茶当然没问题，你对吃喝一向挑剔，我怎么敢在茶里动手脚？真正有问题的是这满屋子的安神香。为什么？高峰，我们不是最好的闺蜜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闺蜜？沈映雪，你扪心自问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过闺蜜？你送我昂贵的香水、名牌的包包，不过是把我当成你沈大总裁炫耀财富的背景摆罢了。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。别挣扎了，这香里掺了大量的慢性迷药，很快你就会四肢无力，彻底昏睡过去。高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曹总，人已经动不了了，您可以下来了。高峰，你居然出卖我！沈映雪，怪就怪你太蠢。过了今晚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你的沈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这10年来，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没钱我给你投，你公司快倒闭我给你背书，我这么帮你，你居然出卖我！你那是帮我吗？你那是施舍我！我最恨你这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凭什么你能当高高在上的大总裁，我就只能当个普通的个打工人？高凤，那是你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你为了这点钱，连做人的底线都彻底出卖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曹总，你还要在后面看戏到什么时候？这贱人嘴硬得很，赶紧去办正事吧。沈总，您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只要把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签了，把你在沈氏集团的股份都转给我，我保证你今晚完好无损地走出去。想要我的公司，曹广才，你做梦！我沈映薛就是死，也绝对不会签的。沈总，你现在中了慢性迷药，这里又大门紧锁，你以为今晚还会有谁来救你？老老实实签字，对大家都好。曹广才，你有本事今天就弄死我！只要我沈映雪还有一口气，沈氏集团的资产，你就休想染指1分1毫。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老子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真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女王了？放开我，曹广才！高峰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叫吧，叫破喉咙，今晚谁也救不了你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松口！你这个疯婆子，快给我松口！给脸不要脸的贱货！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沈大总裁，既然你软硬不吃，老子索性1不做2不休，今天就在这儿办了你！曹广才，你这个畜生！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沈世杰也保不住你，你就等着坐1辈子牢吧！坐牢？哈哈哈哈！沈大少爷在江城只手遮天，谁敢抓我？等老子把你伺候我的录像拍下来，你的股份明天就全都是沈大少爷的了。沈大少爷一高兴，老子在江城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曹总，动作快点，沈少还在酒店等着呢，我这就去门外守着，让你好好尽兴。高峰，你这个卖友求荣的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放开我，滚开！快来人救救我！要吧，
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沈映雪，你就乖乖认命，今晚好好伺候老子吧。高小姐，这大半夜的你不在家陪着沈总，鬼鬼祟祟的在外面将门反锁，是要去哪儿？林秘书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映雪她喝多了，已经睡下了，我这准备下楼去买点醒酒药呢。买药？你现在眼神闪躲，呼吸频率是正常人的2倍，连手指都在发抖。高小姐，你在慌什么？林海，你一个臭秘书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这盘问我？映雪早就睡下了，你赶紧滚蛋，别在这多管闲事。放开我，滚开！有没有人啊？快来人救救我！我的脚！老头儿，你来不及了，这是德国进口的顶级防盗门，没有钥匙，你今晚就是把手砸烂也进不去。这怎么可能？沈总，沈总，醒醒！林海，真的是你？高凤他和曹广凡联手，他们要抢走我的公司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1分1毫。该死的老东西，3番2次坏老子的好事，今天老子非活劈了你不可！曹广才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一棍子打死他！臭老头，给老子死吧！废物！长了这么大个子，难道是吃屎长大的吗？连一个半死不活的糟老头子都解决不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给老子闭嘴！有本事你自己上啊！长了这么多横肉有什么用？空有一身蛮力不长脑子，真是蠢货！老子今天送你上西天！该死的老头，你哥老对老子使了什么妖法？快放开老子！沈大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清醒一点吧，曹总，你口中的沈大少爷现在可救不了你，你还是留着这些话去警局跟警察好好交代吧。高小姐，你这是急着去哪儿啊？陷害了自己最好的朋友，就这么拍拍屁股一走了之？映雪，你相信我，我真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是曹帮夫，是他逼我，他说如果我不配合，就要让我身败名裂，而且这背后的主谋都是沈世杰，是沈大少爷指使曹广看干的。映雪，咱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啊！我真的是一时糊涂，被他们逼得鬼迷心窍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高凤，这么多年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为了沈世杰的一点蝇头小利，就能毫不犹豫地出卖我？不是的，映雪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这次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一定报答你。你闭嘴，高凤，从今天起，你我恩断义绝，你就在警察局的大牢里好好忏悔吧。沈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老林，为什么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要害我？要是没有你，我今晚该怎么办？沈总，请您放心，只要有我林海在一天，这江城便无人能伤您1分1毫。你之前跑2步就气喘吁吁，咱俩以后还指不定是谁保护谁呢。沈总见笑了，我只是平日里疏于锻炼，关键时刻这把老骨头还是能顶上的。这里面有300万，今晚你救了我的命，这是你该得的酬劳，不准拒绝。沈总，我只是尽了秘书的本分，我既然每个月领薪水，就绝不能在私下收取您这么大笔的巨款。你这倔脾气真是气死我了！你不要是吧？好，那我今天就把它扔了，谁也别要。既然沈总一定要给，那这笔钱就算作我的预付薪资。日后我若无力履行秘书之职，
这笔钱定当如数归还。爸，木木快撑不住了，医生刚刚下了病危通知书，爸你快来呀！什么？老林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脸色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差？沈总，家里出了急事，我必须马上走。今晚您自己多加小心。动用沈氏集团所有的渠道，给我林海的背景资料，我要知道他的一切，马上。医生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家木木，求求您了，他才8岁啊！病人家属，孩子的情况非常危急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，但医院有规矩，30万的手术费必须立刻缴清，否则手术无法继续。30万，医生，我们现在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，能不能先做手术？我们砸锅卖铁一定会补上。医院不能赊账，这是规矩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你们可要快点，耽误了时间，孩子可就没救了。大哥、大嫂，求求你们救救木木！医院要30万手术费，我们实在拿不出来了。大哥大嫂，求求你们借钱救救你们亲侄子吧！我们以后当牛做马也会把钱还给你们的。哟，建业、兰兰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大半夜在医院演苦情戏给谁看？一张嘴就是30万，你们当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哥，木木可是你亲侄子，我求求你，就看在咱妈的份上救他一命。这笔钱我做牛做马，哪怕去卖血都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你这个穷鬼，给我滚开！好狗还不挡道呢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们家立国的高档西装，这一身衣服要好几万呢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要死死远点儿，别在这里晦气我们！马金花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畜生！啊！我的燕窝！你这个疯婆子，你想干什么？马金花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！当年你和林立国还没发达的时候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，是谁借钱给你们创业的？你疯了！你这个疯婆子，赶紧们给我放手！是建业，是我们两口子每天只吃一顿饭，省吃俭用，把家里仅有的几万块全拿给了你们。没有那笔钱，你们现在算个屁的富豪！你们能有今天？闭嘴！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了，少在这里显摆。我们现在能成功，靠的是我们自己的真本事，靠你们自己。林立国、马金花，你们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你们晚上闭上眼睛，难道就不会做噩梦吗？你个有娘养没娘教的东西，居然敢骂我！我今天明明白白告诉你，我们有钱就是不借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儿子天生就是个短命鬼，花再多钱也是浪费。依我看啊，早死早超生，省得留在世上拖累你们两个穷光蛋。木木，我的木木，兰兰，你醒醒啊！你别吓我！医生，快来人啊！真是晦气，大半夜碰上这种倒霉事。林立国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木木可是你唯一的亲侄子呀！你今天见死不救，我做鬼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两口子！建业，别叫了，叫得再大声也变不出30万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。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。哼！不过你放心，等这小杂种发丧的时候，做哥哥的定会给你们出一份体面的份子钱，到时候可别忘了通知我啊！你个老不死的老头子，你居然为了那个穷鬼动手打我！你是我生出来的儿子，我打你怎么了？畜生！现在立刻给我滚！再不滚，还有一巴掌在等着你！你这个偏心眼的老东西！
行了行了，立国，别跟这死老头子纠缠了。咱们今晚不是还要去和王总谈生意吗？要是耽误了赚钱，那可不值当。老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建业、兰兰，木木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爸，我没用，我这个当爹的真的太没用了。看着孩子躺在里面受罪，我连30万的救命钱都拿不出来。别哭了，现在哭能救得了木木吗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立刻跟我说清楚。爸，医生说必须马上交款才能继续手术，还差整整30万。我和兰兰实在是走投无路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人情债可以慢慢还，但木木的命耽误不得。拿着，你先去缴费，让医生赶紧给木木手术。爸，这卡哪来的？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，少废话，赶紧去给木木缴费，迟了就来不及了，快去！病人家属放心吧，手术非常顺利。谢谢医生，太谢谢您了，爸，听到了吗？我们终于保住木木的命了。爸，这笔钱到底是谁的？您放心，等木木好了，我就是一天打3份工，也一定会把钱还给他的。人没事就好，钱的事情不急。沈总，这个林立国早年全靠亲弟弟林建业出资帮扶，才有了如今的事业根基。可他发达后便彻底忘本，为了攀附权贵，现在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认。昨天晚上，林秘书的孙子病危在医院抢救，林立国2口子就在现场，却连30万的救命钱都不肯借，简直猪狗不如。林秘书为了给孙子凑医药费，不得已才出来工作。另外，这个林立国的建材公司还是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之一。连亲生父亲都不认的人，眼里只有利益，毫无底线与良知。和这种人合作，只会脏了沈氏集团的名声。吩咐下去，终止与林立国公司的全部合作，立刻冻结所有在建项目的资金往来，彻底断掉他在江城的商业生路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等一下，动用集团所有的医疗资源，给老林的孙子安排最好的 VIP 病房，调配最顶尖的医护团队。是，沈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怎么了，建业？木木的手术非常顺利，你们在担心什么？爸，这病房一天住院费就要300多，木木后续调养还要花不少钱。我和兰兰商量了一下，想带孩子回家静静调养。爸，只能这样了，我们实在是不想再拖累您了。我明明给了你一张银行卡，那里面有的是钱，为什么不用？爸，这卡里可是整整有300万啊！您一辈子老实本分，从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和兰兰整夜睡不着，就怕您一时糊涂，为了木木去做了什么坏事。爸，您跟我们说实话，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如果是违法的，您听儿媳一句劝，现在就去自首。没错，爸，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你们就是林木木小朋友的家长吧？你们就是林木木小朋友的家长吧？是，我是木木的妈妈。院长，木木怎么样了？他没事吧？放心，林木木没事，生命体征很稳定。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们，医院为木木安排了最好的 VIP 病房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搬过去吧。不，谢谢院长您的好意。不瞒您说，普通病房的费用就已经让我们压力巨大了，我们正打算今天办理出院回家呢。这位家属，您误会了，您放心，孩子接下来在医院所有的费用都已经全额结清了，不需要你们掏1分钱。全部结清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谁结的？院长，请问替我们支付费用的是不是一位姓燕的男士？并非什么燕先生，是沈氏集团总裁沈映雪沈总，是他亲自下令，要求我们调用最顶级的资源，全力保障孩子的恢复。竟然是沈总！爸，沈总可是咱们江城第一美女，不过她怎么会特意出手帮我们呢？爸，这位沈总外冷内热，而且出手这么阔绰，该不会是您在外面的私生女吧？你这孩子一天到晚瞎想什么呢？真是口无遮拦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瞎猜，耽误时间了。
张院长也是一番好意，你们赶紧回病房收拾东西，带木木搬进 VIP 病房吧。哎，好，听爸的，我们这就去。欠小沈总的人情是越来越多了，只能找个机会好好谢他了。林先生，真的是您？林先生，真的是您？林老，真是上天眷顾啊！没想到让我在这儿遇见你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是？我是温崇山啊，林先生。在15年前华尔街的那场金融风暴里，要不是您，我温崇山早就破产跳楼了。原来是小温啊，一晃都15年了，难为你还认得我。哎，过去那些陈年旧事就别再提了。废物，统统都是废物！林海那个该死的老登，不过是沈映雪身边的一条看门狗，居然2次坏了老子的大事。沈总，您先息怒，气大伤身。为了一个小小的老秘书，气坏了身子，真的犯不着。犯不着？老子精心布局了3个月，眼看沈映雪那个贱人就要在江城身败名裂、万劫不复，结果全给那个老不死的狗东西给搅黄了。你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依我看，那个林海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空有一身蛮力罢了。要是换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还不是任由沈总您拿捏？你说的没错，沈映雪现在唯一能够翻盘的，那就是他手里那个芯片升级项目，这也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是的，沈总，沈映雪名下的资金链最多还能撑半个月。他要是拿不到温氏集团的专利授权，董事会那关他就绝对过不去，到时候只能乖乖破产。温崇山那个老狐狸把技术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，我绝对不会让沈映雪那个贱人拿到这个芯片的专利授权。看来沈总心中已经有了绝妙的应对之策。哼，你立刻去联系温崇山的私人助理许之遥，那个女人我了解，贪婪虚荣，目光短浅，但偏偏深得温崇山的信任，是一颗极其听话好用的棋子。明白了，沈总，我立刻去办，绝对不给沈映雪一丝一毫的机会。沈映雪，3天之内，我要你主动把沈氏集团的所有股权双手奉上。沈总，喝口水吧。这已经是我们第8次亲自拜访温氏集团了。他们之前不是说在开会，就是说在国外出差，今天估计又要吃闭门羹了。小刘，这份芯片专利能打破海外对我们长达10年的技术垄断，关乎着公司上万员工的生计和我们的尊严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就绝不放弃。哟，我当时谁一大早就在我们大厅里大呼小叫的，原来是沈大总裁啊！许助理，我们昨天已经向贵公司递交了正式的拜访函，关于芯片专利授权的合作方案，这是我们连夜修改的最新的意向书。沈总，你是不是对你们沈氏集团现在的体量有什么不切实际的误解啊？一个市值不过几十亿，现在连银行贷款都批不下来的2流民营垃圾企业，也配跑来跟我们温氏谈合作？你们配吗？我们温董每天贵人事忙，见的可都是国际巨鳄，哪有闲工夫搭理你们这些叫花子？小企业就该有小企业的觉悟，别总想着高攀，小心摔断了腿，连骨灰都不剩。许助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们沈氏集团在芯片应用领域的市场份额一直都是江城前3，我们的合作方案绝对是互利共赢的。我跟沈总说话，几时轮得到你这个端茶送水的臭打工在这插嘴？没教养的东西！沈映雪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口口声声说什么为了国产芯片，说什么搞诚意合作，实际上怕是早就跪在海外巨头面前当狗了。你们这次来要授权是假，替海外巨头刺探我们温氏的技术底牌，企图窃取最新科研成果才是真。这种吃里扒外的肮脏手段，我见得多了。许之遥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们沈氏集团行得正，坐得端，绝不容许你如此泼脏水。
就是你，这是纯属污蔑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商业间谍，请你现在立刻拿出证据来，否则我随时可以起诉你诽谤。证据？2年前江城天海科技是怎么破产？需要我提醒你吗？当时他们也是打着支持国货的旗号，结果转手就把技术机密泄露给境外对手，导致国资流失。你们沈氏现在连底层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出了吧？为了活命，谁能保证你们不会铤而走险去卖国？你血口喷人，无耻！总之，今天有我许之遥在，这份垃圾意向书就绝不可能传到温董的桌上。温氏不欢迎你们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温董，请等一下！保安，瞎了你们的狗眼吗？还不快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拦下！要是惊扰了温董，你们通通给我卷铺盖开除！退后，立刻退后！再往前一步，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在江城，在我们温氏集团的地盘上，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小刘，我们走。沈少爷，您交代的事情，我今天在公司大厅里全给您办得妥妥帖帖的。哈哈，干得漂亮！志尧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刚刚沈映雪那贱人守在大厅，被我当面一通羞辱拦下了。他甚至还想冲过去找温董告御状，直接被我让保安给扔了出去，狼狈得很呢。办得利落，有你在温氏集团内部帮我死死盯着，沈映雪那点微末的小聪明就根本翻不起任何风浪。这是50万，只要沈映雪的芯片项目这次彻底砸了，沈氏集团副总裁的位置就是你许之遥的，100万年薪，外加期权分红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那就谢谢沈副总了，有我许之遥在温氏1天，沈映雪就休想拿到专利授权。很好，他现在已经彻底没路可走了。我也该去见见我这位走投无路的好妹妹了。整整1个月了，映雪，你连温崇山的半个影子都没见到，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爷爷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温氏集团那边我已经重新调整了合作方案，只要能见到温董本人。再给你机会，再给你机会，沈家这100年的基业就要被你彻底败光了。爷爷，您消消气，为了这点事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。沈映雪，没本事就趁早承认，你连温氏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，还谈什么专利授权？爷爷，我提议由我全面接手这个芯片升级项目，由我来主导接下来的谈判，这样才能及时止损。你做梦！沈世杰，你少在这装好人。这是我这1个月的预约记录，每次到了最后关头，都会被温氏那边莫名其妙的拦截。要不是有人在背后用卑劣的手段，我们怎么可能连温董的面都见不到？你在背后到底干了什么勾当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用手段？沈映雪，你先看看你自己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烂事儿，现在整个江城名流圈都传遍了。你深更半夜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秘书在酒店房间里拉扯不清，你这种败坏门风的作风，真是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。沈世杰，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被我戳到痛处，急着杀人灭口了？你既然这么喜欢老男人，行啊。江城多的是死了老婆的秃顶富商，你不如趁早去搞家族联姻，顺便还能给沈家换点资源，也不枉沈家白白养了你这么多年。沈世杰，收回你这些无耻的话。你自己在商场上无能，便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黄谣来作践我吗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世杰，你刚才说的话实在太难听了。映雪再怎么说也是你亲妹妹，这种混话要是传到外面去，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们沈家人？爷爷，我这都是在为了我们沈家的未来着想啊！我刚刚得到确切消息，海外的天狼集团马上就要强势入驻江城了。如果沈映雪拿不到温氏的核心项目，我们沈氏集团就没有核心技术傍身，到时候我们拿什么去和庞大的天狼集团谈合作？什么？天狼集团要来江城了？
二妹，别说做哥哥的不给你机会，这份对赌协议你今天要是敢签，我就承认你还有资格做沈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听好了，如果3天之内你拿不到温崇山的独家芯片专利授权，就必须无条件听从家族的安排去联姻，并且你要双手奉上映雪公司的全部股份，净身出户。你敢赌吗？有什么不敢？我签。等等，沈总，我有办法拿到温氏集团的独家专利授权。老林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不是让你留在医院好好陪着木木吗？沈总，医院那边我都已经安顿好了。身为您的秘书，老板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这个做下属的怎么能不在场？混账！一个半条腿迈进棺材的老登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是我们沈家的内部家族会议，轮得到你一个下人在这插嘴？映雪，这就是你新招的那个贴身秘书。爷爷，您睁开眼看看，这就是二妹招的宝贝秘书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路都走不稳，能干啥呀？难不成是来我们沈氏集团养老送终的？爷爷，林海不仅是我的秘书，更是我沈映雪的救命恩人。在曹广福和高凤企图对我图谋不轨的生死关头，是林海不顾个人安危，单枪匹马把映雪救出来的。救命恩人，我看是同流合污的同伙吧。老头儿，你刚才吹牛说你有办法拿到温氏的授权，哼，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你要异想天开的拿到那个专利授权，老子当场管你叫爹。沈大少爷，我倒是很好奇一件事，沈总今天在温氏集团大门前被阻拦的所有细节，连沈总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向任何人汇报。你这个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的大少爷，又是如何了解的如此事无巨细、了如指掌的？我那是听商界圈子里的朋友顺口说的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是吗？那高凤下药，曹广才在公寓里强逼沈总转让股权的事，沈大少爷是不是也恰好是听别的朋友说的？映雪，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爷爷，眼下芯片项目要紧，这些事情以后再说。我恳请爷爷再给映雪最后一次机会。爷爷，您看到了吧？怎么，你当真相信这个老登的胡言乱语？他要是能拿到项目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你说谁是老登？你放开我！你个该死的老东西，快放开我！哼，放肆！这里是沈家老宅，岂容你一个外来的下人在这里撒野？好你个老东西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你既然这么觉得你能帮沈映雪拿下温氏的专利，那你敢不敢跟老子当场赌一把？你想怎么赌？要是你这老骨头真能帮沈映雪拿下温崇山的核心芯片专利授权，老子就把我手里沈氏集团的所有股份全部双手奉上，自己净身出户。世杰，股份乃立家之本，不可胡闹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既然大少爷有如此雅兴，我可不好扫了您的兴致。要是你们3天之内拿不到授权，老头子，我要你当着江城所有主流媒体的面，给我当众跪下，磕头赔罪。老林，别冲动，木木还在医院，刚动完大手术，你千万不要听他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我们走，这项目我们不要了。放心吧，沈总，我清醒得很。沈大少爷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3天之后，希望你说话算话，千万别哭着求我。既然你们赌约已成，映雪，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3天后芯片项目再次失败，你必须立刻接受家族联姻，永久退出沈家旗下的所有产业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爷爷。都去忙吧，别在我眼前晃悠了。
立刻派人去给我查，用最快的速度查清楚映雪和世杰最近私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温董怎么会亲自带着全体高管在大门口等候？林先生，恭迎先生大驾光临，温氏上下等候先生多时了。温董，您和我的秘书老林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秘书，林先生是何等惊天为地的高人，怎么可能屈尊降贵做你的秘书？林先生，您该不会是受了这女人的什么胁迫吧？林先生，您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或者受了什么委屈，尽管开口。在江城这片地界上，还没人敢强迫您做不想做的事。小温，你误会了，沈总可从来没有胁迫过我，相反，他之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救了我小孙子的命，他是我林家天大的恩人。而且我之所以愿意留在沈氏，是因为我看到了沈总对于实业的抱负和情怀。2年前的泄密，纯粹是天海科技个别蛀虫的个人卖国行为。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盆肮水，就全盘否定像沈总这样踏踏实实做自主科技、做民族实业的优秀企业。他的合作方案完全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。我林海今天愿意用我的名誉和全部过去，为沈氏集团、为沈映雪全面担保。这次合作，你温氏绝不会吃亏。好，既然有林先生您亲自做担保，我温崇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这次的专利合作，我温氏全面答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传我的命令，我们温氏集团愿意无偿出让核心芯片专利的全部独家授权，分文不取，全力支持沈总打破海外的技术垄断。董事长，不能签，千万不能签啊！沈映雪这个女人根本就是境外势力的商业间谍。温董，各位领导，你们千万别被沈映雪给骗了。她刻意拉拢我们温氏的高管，甚至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个老头，在这里跟她演双簧。许之遥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我们沈氏集团的所有商务接触全部公开透明，完全合规。这是我们的详细研发方案和资金监管报告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间谍，你的证据在哪里？各位领导，沈氏现在的资金链早就断了，他们如果拿不到专利就是个死。一个快破产的公司为了活命什么干不出来，如果参数被泄露给境外，温氏将面临巨大打击。大家难道要拿温氏的命运去赌吗？许助理，年纪轻轻路走宽点不好吗？有些人的利益拿了是要烫手的。你个死老头子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像个什么东西？怎么被我说中痛处了？我看啊，沈大总裁在外面私生活极不干净，连这种老男人都天天带在身边拉扯不清，指不定私底下有什么肮脏的交易呢。许之遥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你绝不能侮辱老林，他是我的恩人。这是我们的竞品公司今天早上刚刚发出来的最新技术参数。温董，您看，跟我们核心芯片的未公开机密一模一样。而沈映雪前天晚上刚刚私下接触过对家的高管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些参数只有我们核心高层才知道。沈映雪早就把温氏的机密卖给了对家，他现在跑来要无偿授权，就是为了掩盖他盗窃的罪行。混账！居然真的是商业间谍，差点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！取消合作，立刻取消合作！我们温氏绝不能和这种盗窃技术的无耻企业合作！沈映雪，滚出温氏集团！我们要报警起诉你，让你把牢底坐穿！许助理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地步，那如果报告是假的，沈氏没有泄密，反而是你私下勾结外人，捏造证据呢？真是可笑，空口无凭的狡辩谁不会？我手握实打实的证据，你拿什么来污蔑我？单凭你一张嘴就想颠倒黑白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有何不敢？要是我许之遥今天说了一个字假话，当场卷铺盖滚出温氏。但如果沈氏泄密属实，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永久退出江城的任何商业项目，你敢答应吗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温董，各位领导，今天就请大家做个见证，
许之遥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海外账户收到沈世杰100万美金的转账流水，还有你们签的秘密协议。这是你利用职务之便，秘密盗取温氏核心参数，并伪造竞品报告的审计记录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！你们伪造证据陷害我，温董，你相信我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那点手段，在真正的网络审计面前能藏几天？你为了这100万，连温董的提拔之恩都能出卖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竟然背叛温氏，去当沈之爷的走狗！你差点害我误会了我的恩人。温董，我错了，温董饶命啊！我是被沈之爷蛊惑的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！滚开！通知法务部立刻起诉许之遥，同时动用温氏一切资源，在全行业对他实施永久封杀。林先生、沈总，是我管理不当，让两位在温氏受了委屈，我在此向两位赔罪。沈总，请拿好，从今天起，温氏集团的技术就是沈氏集团最坚实的后盾。温董放心，沈氏绝不辜负您的信任。为什么每次都是那个叫林海的老登坏我好事？一个快入土的秘书，到底什么来头？沈总，老寨那边刚刚来通知，让您立刻回去一趟。林海，我实在想不通，你一个普通的秘书是怎么在3天内拿到授权的？爷爷，老林以前在海外留过学，有些朋友，这次是他动用了以前积累的人情债，这才促成了合作。是吗？可我听说温崇山说你是他的恩人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该不会就是10几年前掀起金融巨浪的华尔街之神吧？老沈总，您可太高看我了。我要真是那位华尔街之神，还会给沈总当秘书吗？以前在国外做工，碰巧救过温董一次，人家念旧情罢了。逆子，给我跪下！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犯了什么错？您要当着外人的面这么羞辱我？你暗中勾结温氏的许之遥伪造数据，陷害你亲妹妹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世杰，3天前你亲口承诺过什么？还没忘吧？你说过，只要老林能拿下授权，你就交出持有的全部股份。如今合作已成，这字你签了吧？我不签，我才是姓沈的，我是您亲孙子。林海算个什么东西？您怎么能把沈家的股份平白无故送给一个外人？闭嘴！自己打的赌，说到就要做到。你今天必须签，签完立刻给我滚出沈氏集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永久不得踏入公司。林海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今天这笔账老子记下了，我们走着瞧。映雪，我刚刚得到一个重大消息。爷爷，是什么消息让您如此重视？境外最大金融巨鳄天狼集团的掌门人燕京天，明天将抵达江城。燕京天此行是为了寻找唯一的合作伙伴，只要能搭上线，就能解决资金危机。映雪，我命令你务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次机会。是爷爷，映雪明白，一定全力以赴。燕京天，这小子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回国？莫非是冲着我来的？短短半个月，专利顺利落地，配套基建的招标也能如期启动了。沈总，这半个月全靠老林调停，不过私底下有人抱怨，说他原则太强，他谁的账都不买，不肯放权。芯片园区是集团命脉，要的就是这种不讲情面的严谨。从今天起，项目的后续审核全由老林一人负责。沈总，老林的儿子林立国最近用别人的名义弄了个空壳公司，想拿基建项目。外面传言，万一老林碍于亲情放水。闭嘴！老林公私分明，
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我相信他的为人，这种挑拨离间的闲话不要再传，去办吧。下个月要是再接不到新活，大伙儿就只能卷铺盖回老家了。现金最多再撑半个月。朱哥，是我拖累了大伙儿。儿子动手术花光了工程款，钱没了能再挣，孩子的命没了要钱有什么用？兄弟们既然跟着我，就没有看着孩子瘦相不管的道理。朱哥、建业哥，你们快看，沈氏集团明天要举办芯片园区的闭门洽谈会，周边的基建项目非常多，而且沈氏实力雄厚，绝不拖欠工资。这种100亿级的工程，我们连保证金都凑不齐，恐怕大门都进不去。朱哥，你快看这最后一条，这次招标注重过去10年的安全记录和质量，咱们干了整整10年，从来没出过一次安全事故，质量全是优等。是啊，朱哥，咱们干活最实在，拼一把吧！拼了！明天把账上的钱都提出来，凑不够保证金我就把房子抵押了。明天大伙儿一起去峰会，见识见识。立国，要是再没有钱，下个月房子就得被法院查封了。贷款明天到期，资金链一断，你我都得去要饭。整天就知道盯着这几张账单，今天的战略合作峰会才是真正的大蛋糕。我提前注资了一家空壳公司，只要今天拿下沈氏集团的基建合作，利润起码上亿，那点贷款算什么？我听说沈氏换了总负责人，是刚从外面请回来的厉害角色。万一那人不好对付，看穿了空壳公司怎么办？新来的负责人更好糊弄，他刚到江城，根基未稳，根本不知道我的底细。凭我在商海沉浮20年的口才，拿捏一个外来书生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我老公在江城建筑界可是响当当的，那些小施工队算什么东西？今天这场子，注定是给咱们准备的。走，今天就去让沈氏集团见识见识，谁才是真正的建筑行业老大。这不是林总吗？刚被沈家全行业拉黑，怎么今天也能混进来？王总，消息别总这么滞后。今天这个大项目全权由新任总评审做主，沈映雪之前的黑名单不过是一张废纸。我老公在江城建筑行业的口碑可是出了名的，大项目交给我们最放心。林立国，你少在这儿贴金。3年前城北项目是谁为了套现跑路，长期偷工减料？你那家空壳公司的底细在座的谁不知道？你也配谈口碑？各位代表，请保持秩序。芯片产业园区基建配套战略合作峰会正式启动，有请本次项目的总评审、技术审核委员会主席入场。金花，你看见没有？那是我爸，那是我亲爹啊！看见了，这100亿招标大权在咱爸手里，那中标还不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？竟然是他的亲爹，完了，这招标明摆着是内定的死局了，我们白跑一趟。承让了各位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爸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审查就免了吧，您直接宣布我们中标得了。闭嘴，坐下。下面我代表技术审核委员会宣布，芯片产业园基建项目的最终中标者是江城4建集团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不死，领
林立国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把几百亿的项目送给外人，你对得起林家的列祖列宗吗？爸，你就算跟沈家走得近，也不能这么绝呀！我是你大儿子，公司现在外面欠了几个亿，就等这个项目救命呢。林立国，你还有脸谈亲情？当初你把老林赶出家门时，顾念过亲情吗？沈总，那是我们的家务事。今天是在商言商，我的标书没有任何问题。在商言商，你更是个罪犯。你标书里那30亿资金全是伪造的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爸，我错了，您救救儿子吧！我借了10几笔高杠杆的过桥费啊！如果4点前拿不到项目抵押，我的资金链会瞬间爆仓，到时候不仅会破产，我还得坐一辈子的牢啊！爸。立国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这几年你利用空壳公司恶意搞资本运作、套现跑路的事儿还少吗？高科技产业园是用来给国家打破技术垄断的，你想用这个项目去填你高杠杆爆仓的无底洞，做梦！朱哥，你看，我爸对自己亲儿子都能狠下这个心，咱们这种连买料保证金都快交不起小施工队，今天恐怕是更没希望了。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建业，哪怕今天拿不到标，回老家种地，哥哥也绝不怪你。下面我宣布本次闭门峰会最后一项，也是最重要的破格录取决定。铁柱建筑公司虽然规模较小，但经技术委员会深入审计，该企业近10年财务审计零瑕疵，过往所有承建项目工程质量零事故。因此，沈氏集团决定打破常规，破格录取铁柱建筑公司作为整个芯片产业园一期的基建总承包商。中了，建业，咱们中了！柱哥，我们成功了，施工队的兄弟们有救了。林海，你这个偏心眼老东西，口口声声说秉公办理，转头就把100亿基建的肥肉送给你二儿子林建业，你就是故意搞暗箱操作。对，这不公平！我们几十亿资产的公司不选，选一个小施工队。老林先生，你今天不给个解释，我们就告你们有黑幕。芯片超净厂房对基础建设的要求是国际最高标准，地基必须绝对稳固。张总，你们4件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94%，随时可能烂尾，拿什么保证工期？铁柱，我很感激你这些年对建业的照顾，但这绝不是你中标的理由。你能拿下项目，全凭你10年如一日对工程的认真负责，我相信你。好，老林，您放心，我和兄弟们就算是脱层皮，也绝对把这工程干成全国最好的样板。你干什么？把卡还给我，那是我最后的本钱。你现在想卷钱跑路？放开！你这个连亲爹都搞不定的废物！我不走，难道留下来陪你喝西北风？老沈总，你输了，你今天心不静，瞒不过你。明天就是芯片园的剪彩仪式，全球顶级的天狼集团要派代表来视察，如果通不过考核，沈氏就完了。老林，明天你代表总评委跟我一起去迎接天狼集团的代表，如何？老沈总抬举了，我不过是个负责技术的秘书，那种国际顶级的商务礼仪我去不合适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行吧，那你明天就和映雪一起去核心机房区视察一下工程进度。老林，刚刚接到通报，你大儿子林立国失手导致马金华坠楼身亡了。什么？老林，您保重身体啊。那个逆子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贪得无厌，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咎由自取。希望他在大牢里能好好洗心革面吧。沈少，您别喝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滚开！都是林海那个老畜生害的，要不是他，沈映雪怎么可能拿到专利？老子怎么会输掉沈家的股份？沈少，您别急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林海明天下午会去尚未完工的核心机房区视察工程进度。这里现在到处都是建材，安保力量最薄弱，是个动手的绝佳机会。反正老子一无所有，也活不成了。明天
我要亲手送林海这个老畜生上西天！老林，这是咱们精密无坑车间的各项工程指标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地基下面全部加装了双层防震阻尼器，稳定性完全达标。不仅如此，所有通风管道全部采用最高规格防尘钢材，完全满足芯片生产的超严苛建设标准，一点不敢马虎。爸，1期工程进度已经过半，我和柱哥天天驻守工地盯守，全程跟进施工，没有出过一次质量纰漏，半点安全问题。等这个项目顺利完工，拿到项目总监奖金，我女儿木木后续的治疗医药费就彻底凑够了。付出的努力，老天爷都看得见。建业踏实肯干，心怀善意，你比你大哥有出息太多了。老林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老林，建材堆后方有临时卫生间和休息区，我扶您过去歇歇，缓一缓吧。不用搀扶，你们继续核对图纸，巡查工地，我去就回，很快就好。老畜生，去死吧！老东西，受死吧！要不是你暗中坏我好事，处处针对我，老子怎么会做空失败，彻底破产？沈氏集团本该是我的。明天金融法庭就要宣判我的罪名，我今天就算豁出性命，也要拉你这个老不死的垫背！沈师姐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收手，主动自首，尚且能保住性命。一旦开枪杀人，你就彻底没有任何回头路。老子不要回头路，我只要你死！老林，您在里面吗？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出来？沈师姐，你立刻住手，别冲动！找死！全都给老子去死！爸，您终于醒了！医生，快过来！我父亲醒了。老先生年纪本就偏大，患有严重胃溃疡，还伴随急性心肌缺血，怎么能参与这种激烈搏斗，透支身体？这次算是侥幸捡回一条命，再晚送来5分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后续绝对不能再剧烈活动，情绪激动，务必安心静养。建业，别管我的身体。沈总呢？他伤势怎么样？有没有大碍？老林，刚醒就着急嚷嚷，是觉得医生的警告还不够严厉吗？爸，沈总，你们2位都刚醒，需要好好静养。工地1期总包图纸还有几处细节需要复核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对，项目工期紧张，我们先回工地盯进度。老林，您安心养病，好好休养。沈总，你这伤口真的没事吗？土墙钢珠杀伤力极大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就是一点皮肉擦伤，没什么大碍。倒是你年纪这么大，平时身体疲弱，昨天哪来的勇气和力气拼命护人？沈世杰昨天下午已经被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控制，涉嫌故意杀人未遂，证据确凿，下半辈子基本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。我从前一直以为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妹，哪怕有争执，也主揪留有亲情。可昨天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刻，我才彻底明白，在他心里，从来只有家产利益，半分是兄妹情谊都没有。映雪，傻孩子，血缘是与生俱来的宿命，但人心善恶皆是自己选择。是他自己选错了路，就该为自己的罪孽还债，不必为他难过。老林，从昨天事发我就一直在疑惑，3米开外，仅凭一颗碎石，精准击碎成年人的手腕骨骼。老林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根本不像一个普通的退休技术员。我还能是谁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给你搭把手、领份薪水糊口的老头子秘书罢了。行，那我就当你是普通秘书，往后你就给我当一辈子秘书，不许请假，不许辞职。一辈子？你这丫头
是打算彻底剥削我这把老骨头啊？沈氏集团产业布局的确完善，体量可观，但如今深陷兄妹内斗，恶性事件频发，企业未来风险太高，不确定性极大。燕总，闹事的内鬼沈世杰已经被依法逮捕，彻底法办。映雪现已全面接管集团，内部隐患彻底清除，沈氏未来绝对一片大好。基于现有商业风险评估，我代表天狼集团正式宣布，沈氏集团不具备合作资质，双方所有合作洽谈即刻终止。燕总，这次的项目对沈氏至关重要，只要映雪全面接管，我保证绝不会再有任何内斗。我对沈家的琐事毫无兴趣。老沈总，医院传来消息，林海老先生突发重病，正在第一人民医院抢救。燕战神，抱歉，我有至交重病，必须立刻赶去。哦，我也想看看江城还有什么大人物能让您如此看重。老林，您快看，这是木木在医院拍的复查视频。好，恢复了就好啊。沈总，这全亏了你垫付那笔手术费。您要是真想谢我，就把这个身份的称呼改掉。沈总，那叫什么？以后不许叫沈总，直接叫我映雪。老林，我的心思，你难道真的不明白吗？明白，你是嫌我叫得太生分，你是怕外面的人笑话我们没有默契，以后工作不好配合吧？放心，以后我也叫你映雪。老林啊，你真是个不开窍的榆木脑袋。映雪，老林，你看谁来看你们了？这位就是天狼集团的燕惊天燕总。燕惊天叩见师尊。你这臭小子，简直是属狗皮膏药的！我走的时候怎么交代的？让你别找，你偏要带人追踪到这儿来。燕总，您刚刚叫他什么？师尊？老林弟，难道你就是那个搅动金融风暴的华尔街之神？什么神不神的，都是虚名。师尊，弟子深知您一生两袖清风，在华尔街时把所有奖金都捐给了福利机构。我担心您退休后的生计，才赶来尽孝。弟子绝非有意违背命令啊！少在老子面前装委屈，带着你的人立刻滚蛋！以后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再进这个门。师尊，弟子这次来，真的是为了考察芯片项目。请随我出来一下。老沈总，听闻你是我师尊在江城的老兄弟。燕总折煞我了，老林那是高山仰之的大人物，我哪配当他的兄弟啊？既然师尊愿意留在沈氏，那我代师尊做主。我代表天狼集团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沈氏集团就是天狼在江城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。燕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1000亿级的顶级合作项目，真的全交给我们沈氏集团了。这是沈氏应得的机遇，从始至终，你从未贪图我师尊的身份背景，待人坦诚，做事磊落，这份心性赢得了老人家的彻底认可。但是老沈总，你牢牢记住，务必全心善待我师尊，护他安稳顺累。若是让他受半点委屈、半分亏欠，整个天狼集团绝不轻饶。燕总放心，我老沈以性命担保，倾尽所有，绝不让老林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对外，所有人只能称呼他老林，必须死死守住他的身份秘密，护好他晚年的安稳平和。谁敢泄露分毫，后果自负。老林，这身白西装太衬您了，干净利落，看着格外精神年轻。走吧，出院手续我已经全部办好，建业和兰兰他们在楼下等您很久了。爸，
您今天这身打扮太气派了，精气神绝佳，看着比我都年轻有活力。是啊，爸，我早就备好了解风洗尘的家常菜，全都是您爱吃的口味。今天咱们一家人好好团聚，热闹热闹。好，好，难得一家人齐聚，今天咱们开开心心团聚。走，回家。我真是狼心狗肺，罪该万死。当初为了争抢家产，我狠心把亲生父亲赶出家门，极尽刻薄。建业为了供我读书，小小年纪辍学去工地卖苦力。我侄子木木重病急需手术费，我却自私冷漠，袖手旁观。我根本不配为人子，不配当兄长。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好好孝顺父亲，用尽余生弥补建业和家人。入狱整整1年，终日忏悔自省，你总算有了几分人心，褪去了一身戾气。能彻底认清自身罪孽，真心悔过，足以说明你并未彻底无可救药。您是谁？我在江城从未见过您，您为何要来见我？我的身份无关重要，你只需记住一件事：我是林海先生的亲传弟子。我今日所有的权势、地位与成就，皆是师尊一手栽培、倾力成全。这不可能！您这般手眼通天、权势滔天的大人物，怎么会是我爸的徒弟？我爸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仔细听好，你的父亲林海正是当年孤身闯荡海外，一举横扫华尔街的传奇金融之神。他是守护大夏经济命脉、执掌万亿商业版图无人能及的至尊商战大帝。爸，我竟然亲手赶走了顶天立地的盖世父亲，我是天底下最愚蠢、最不孝的蠢货。这是保外就医审批文件，我破例动用所有人脉资源帮你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让我师尊垂暮之年不再为你牵挂，心生遗憾。你记住今日的悔过，出狱之后若敢再行不孝，惹他伤心，触碰底线，天狼集团绝不姑息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燕总放心，我对天发誓，出狱后我必定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倾尽余生孝顺父亲，再也不做任何错事、不孝之事。爸，映雪，快尝尝，这是我和兰兰忙活一下午亲手做的拿手菜，你们千万别客气。咱们一家人难得整整齐聚一次，今天不讲规矩，不谈工作，就单纯合家欢聚，吃好喝好。孩子们，我有一个大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明天咱们亲手打造的国产芯片产业园1期工程正式竣工封顶。来，为了这份圆满，大家干杯！老林，您忘了医生的恭祝，胃部尚未完全休养好，今晚1滴酒都不能碰，就用温水代替，养胃稳土。爸，映雪说的句句在理，咱们听医嘱，好好养身体。好好好，都听你们的。为了明天的顺利封顶，咱们干杯！喂，哪位？什么？那枚玉佩终于找回来了！林先生，真心谢谢您，谢谢您给我们一众工人安稳工作、优厚的待遇，让我们踏实养家糊口。大家辛苦了，这都是各位凭汗水与努力换来的，理所应当。老林，总部大楼顶层，我特意为您邮留了一套顶级全景办公室，视野配套都是最优规格。建业，你看映雪心思多细腻，待人多夫贤惠，对咱爸这般孝顺周到，真是难得的好姑娘。兰兰，当年你为了贴补家用，支撑全家，狠心变卖了你母亲唯一的遗物，这份委屈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如今，我终于帮你把这枚念想找回来了。爸，这真的是我妈的玉佩，这么多年，您竟然一直记着我的遗憾，记着这件事。傻孩子，这些年是林家亏欠你们太多，让你们跟着受了不少苦。爸，过去的苦都过去了，只要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、平安顺遂，就是最大的福气。建业，封顶检查马上开始了，木木怎么还没来？您就放心吧，咱们的小孙子今天去参加少儿科创领奖了，拿了大奖，马上就到。你这丫头乱攀辈分，那是我孙子，
你该叫弟弟才对。爷爷，我拿到第1名啦！